以后您就安心礼佛，外面的事情您就不要再过问了。儿子也会自尽于太庙，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母后，您不用忧心。堂堂大晋国的君主，竟然被帝家一个丫头逼迫至此吗？并不算逼迫。如果不如此做，儿子便无法统御民心，更无法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呀！你不是也是帝家为眼中钉吗？这10年来，你能稳坐皇位，是因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哀家当年……皇帝，这天下是我们韩家的，卧榻之下，岂能容忍8万帝家军在旁酣睡？你与帝永宁有手足之情，我知你必定心软，不会动手，所以哀家才帮你一把。母亲，朕知道您是好意，但是您的好意却酿成了大祸呀！哀家只是不放心。不放心？母亲，这么多年来，朕的皇位从来都坐得不安稳，但即便如此，这皇位还是您的儿子在做。母亲，难道您认为儿子没法自己解决帝永宁和他的8万帝家军吗？还是您跟父亲一样，都认为你们这个儿子不如帝永宁？不是这样，哀家从未如此想过。母亲，此事您不用再管，朕自己会处理。皇祖母，安宁在此向您谢罪，请皇祖母保重身体。安宁不孝。
建安侯府比往日更显凄清了。毕竟改做了刑部大牢。狄家既已洗冤，明日我便向陛下请旨，改签刑狱，重修侯府。相聚着云端和海洋，一年期，一年月，唯一往身在何方？问过往，恩怨如何细细端详？时光耳旁，说无常，注定只会。转身隐藏那眼底的情伤，纵然遗憾长望，难负几多子元，太祖有遗旨，封你为太子妃。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。先皇许我太子妃之位，可问过我是否愿意。今上留我太子妃之位，又问过我是否愿意。又如何呢？反正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。太后娘娘，我求你不要夺走仲远的太子之位，也不要夺走韩子安。你真是想太多了。来，先喝杯茶吧。我愿意以孙家举家之产来弥补帝室一族的损失，只要你肯离开这里。皇位、天下，于我来说，与这杯茶无异，不然，我也不会将半壁江山拱手相让。而我所图的，就只有天下安康。不日，我将会离开京城，回晋南去。无论是储君还是韩子安，你都可以放心。你食言了，他离世时，不是哀家，也不是皇帝陪着他，而是你。世人称颂帝家家主仁义无双，可又有谁知道我这个嫡妻是如何熬过被冷落的这些年？地胜天，有些事我们要好好的算一算。给哀家更衣。是。有些话
我必须问清楚，否则哀家死了也不得安生。哀家才是这大晋尊荣无上的皇太后。恭喜小姐沉冤得雪，洗刷冤屈。是啊，如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小姐，这大仇已报，你为何看起来不开心啊？大仇已报，了却心事。可是我却不知该何去何从了。这10年走来，我已经被复仇弄得面目全非。小姐，为何不去找家主？上次你坠落花园山，家主现身去找你了。姑祖母多年来避世隐居，连我都不知道她还活着。想必她定是自有主意，我就不去打扰她了。这一路格外艰辛，不过过去的事儿就不必再想了。以后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我们也是。来，今晚不醉不归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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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玉君，我是个善恶分明、有仇必报的人。你手上沾满了我帝家人的鲜血，你若再往前一步，我必让你血溅当场。哼！当年事发之时，你隐居室外，不问红尘，天下人都以为你死了。如今黄土白骨，你才来找哀家算账。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当年我对韩子安做了承诺，答应他不踏进京城一步。我既然答应了他，我就要守诺。守诺？你帝圣天也配说承诺2字？你几时守过承诺？当年你明明答应我，你会离开先帝，可最后，你还是跟他走在了一起。金銮殿是你陪他议政的地方，御书房是你陪他批阅奏折的地方，到最后，你们2个干脆一起搬进了梅花小筑，还带着我的儿子。整个大晋国，我只有一处，他从不踏入的静心堂，这就是你说的守诺。就因为这样，你就要毁了我帝家，屠杀大晋8万子民，最终让帝韩2家结下了血海深仇。这么做，你对得起韩子安吗？我如何对不起他？我为他耗尽一生，而他呢？他又为我做了什么？韩子安为了你们母子倾其一生，他为你留下了一个安定的大晋。大晋开国第2年，韩子安便活不了了。那时，我已做好准备回靖南，临别时，我去向他告辞，却发现他晕倒在御书房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他的命只能活3个月了。
大晋建国之初，北侵、东迁，虎视眈眈，他不能死，我只好留下来，费尽心血，竭尽全力护住他的心脉，让他多活了3年。不可能！你说谎！此事我没必要骗你。他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？我可是他的妻子，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？如果连你都骗不过，又如何骗各路诸侯、各国刺客？帝圣天，韩子安，你们是不是都把哀家当成傻子一般看待？不与你说，是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根本没有必要瞒着我，因为我是他的妻子。你们告诉我又能如何？我只会阻止你救他，还是会把此事公之于众，让晋国大乱？你们两个是那么的高高在上，才会把别人都想得如此愚蠢。你一直都说，你与韩子安不过是惺惺相惜，相交莫逆。可这番话，普天之下又有谁能相信？随别人怎么想，我自问心无愧。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，简直让我恶心。我不想再与你和韩子安有任何瓜葛。如今你容貌依旧，想来100年之后还能跟他再续前缘。与你超然物外不同，你对自己的子孙不管不问。我假传圣旨，害死8万将士，这笔孽债我自己来背。虽则如此，可我并不后悔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聪明，又岂会不明白？我他之策，岂容他人酣睡之理？如果我真在意那个位子，我又何必将半壁江山拱手相让？孙于君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哼，你自负一生，欲智欲雄，须知你帝家雄霸一方，总有一日会山河分裂。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。为了我的儿子，为了整个大晋国，为了天下安稳，我至死不悔。殿下，该歇息了。殿下，有些事情不是您能左右的。任大人也是。他如今是帝子元，是。帝大人也是，终究同你有几分情谊，怎么能挑这一天呢？原本就是韩家亏欠帝家，他想做什么？不必顾及我的情面。总之，今日之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但往日的情谊，
也到此为止了。文寿，但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更与你和他之间的情谊无关。你既觉得他亲切，他也把你当作亲弟弟一样看待。日后你们二人可以多多来往，他看到你会开心的。是个让他放下心防的好机会。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大义灭亲，匡扶公理，我从未见过哪国的公主如您一般勇敢。我只是在为我10年前的懦弱全力赎罪罢了。可是我更对不起皇祖母。小时候，她待我那样的好。于太后而言，她再也不用向任何人有所欺瞒了，也算是解脱了呀。将军，您近日太过劳神，不如将公务交给属下。大人，您别喝太多了。这天气寒凉，酒却浓烈，一冷一热，您的身体受不了的。10年了，这10年，我苦心孤诣，10年蛰伏，终于替帝家讨回了公堂。林老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10年没这么开心了。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去说吧。我真的没事儿。这10年了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叫她紫苑了。那个京城最恣意洒脱的女子，我亲手把她带回来了。帝小姐回来了，可您呢？您自幼体弱，若不细心调养，寿命难长。可这10年来，您为助帝小姐复仇，何曾给过自己一丝喘息的时间？就算我油尽灯枯又如何？我这一辈子就是为紫苑而活的。
帝子元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吗？10年了，不管我学的有多像，我终究还是没能成为你。如果这一切注定不属于我，何必让我有那一瞬间的错觉？我们回家吧。你看，你都淋湿了。该回去了。你走开！我不是帝子元，别过来！你说过，最需要带下山的是我。刚入京的时候，我劝你京城险阻，不可久居。你说，是我们要长长久久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。我想永远陪在你的身边。我说过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换你余生无恙。如今我未死，你的余生还未过完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已经不是帝子元了，我只是一个乞丐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还有我，你不是什么乞丐，也不是什么帝子元，你是我母亲一生想要守护的人。你看，你送我的剑穗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你说过，你为我编织剑穗时的心意都是真的，我都记得。我那都是诓你的话，真情也好，假意也罢，你说的话，我都信。
先帝，我的香烛供奉，你想必早厌倦了。是，你胸怀大志，方令我刚及豆蔻，便虚耗韶华。此一拜，是谢你留我这尊荣虚名。但你忘了，孙家亦是100年门第。我孙于君，从不弱于旁人，只是你无缘得见罢了。小姐在想什么呢？今天是第几天了？明日便是陛下允诺我们的第3日了。小姐等了10年的答复，终于要来了。陛下他不会糊弄咱们吧？刚才一共敲了多少声钟？60。太后才过完60大寿。小姐，难道是太后轰了？帝家的冤案昭雪了，可你仍然是大靖的皇帝。韩中原，输的是帝家，是帝胜天，是帝子元。你赢了，哀家也赢了。帝胜天以为哀家这辈子最记挂、最上心的是先帝，以为哀家灭了帝家也是为了先帝，都不是。哀
哀家是为了你，我唯一的儿子。哀家是为了你能君临天下，做个人人敬仰的好皇帝。哀家做的事，哀家自会负责，不会让你为难。这大靖的天下，虽说是帝韩联手打下的，但到底是我们韩家在治理。于大靖子民而言，我们问心无愧。哀家先走一步，莫要牵挂。儿子，谨遵母后的教诲。殿下，西北边境帝家旧部现在的情况如何？目前正在召集之中。只是帝承恩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已然不能再用了。不过，这个消息一时半会儿传不到边境，我们现在应该趁这个机会，利用帝家旧部，把那几座城池都策反过来。这是从西北发来的最新情报，里面记录了青南城最新的防守布局以及人员调动。看来殿下已将安宁公主完全的拿捏了。殿下，北秦那边有传信来，若我们掌握了西北的大部分情报，为防生变，还是早日将安宁公主。不必杀她。我是说，从现在的情况看，她活着的价值更大。毕竟兵权还掌握在她手上，而且她又常年驻守在青南城，一直颇有威名。你让那边放心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我会利用她，拿下青南城。殿下在大殿上守灵3日，不吃不喝，也未曾合眼歇息过，身子想必累坏了吧？为皇祖母亲孝道，是我身为太子的本分。殿下，我最近学了几个新菜式，有红豆鳝粥、宫爆野兔，还有个醋溜鱼片。说起来，这个红豆……你倒是什么都爱琢磨，除了读书。这不是殿下需要吗？我在做菜上面可有天赋了，什么菜都是一学就会。就是安乐姐最喜欢吃的那道江南殿下，你还怨安乐姐吗？结局早在10年前便已注定，与她无关。安乐姐，